2024年10月26号星期六，在台中的国立台湾体育大学体育馆进行的是企业排球联赛20年的例行赛第2周的赛事。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将由青年队我们的青年军所为主力的毅力营造，将要来对上卫冕军台北金华。 两支球队在今年赛季的第一次交手在上个星期成大的开幕周，我们看到台北金华在开幕周的第一场比赛是以3-1击败了台湾高雄台电拿下了开幕的首胜。而毅力营造在开幕的第1周的一个比赛第一场比赛是面对新北中仙，是遭到了新北中仙直落3击败当然，今天画面上看到了在台体大体育馆，这是南韩 U18的 国家培训队最近是来到了台湾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赛在这个交流赛也跟我们的东山高中这些国内的女排的一个青年队有过交手。在今天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将由我陈雅礼，还有旁边文化大学的于清芳教授负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于老师你好，雅礼好，各位观众晚安。 当然讲到了毅力营造那当然今年换了主要的一个赞助商，不过主体还是我们的一个青年军这场比赛将要来面对台北金华这个小老妹对上老大姐这场比赛其实也可以学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先谈到这个毅力营造我们整个的一个我们说的青女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们在最近的一个成绩都不错。那当然，我们为了要 这一批选手呢，让他有机会舞台持续的下去，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呢，也让他们重新组合了一个叫毅力营造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在企业联赛的一个舞台上面呢，来做一个展现他们的一个能力那当然看到今年的一个台北金华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少了其他的一个他国的一个洋将不过 他们也把这个刘美金也把它补强了进来那当然，刘美金在之前大家对于他的一个整个的表现其实是有目共睹的不管他的一个快攻，到最后他也转型到举队的一个位置，那其实他的表现都相当的不错。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台北金华在整个战力的一个补强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说他们在这个区块里面呢，他们做的还不错。 其实不只是补进了过去效力新北中仙的刘美金这位马来西亚算是国家队的一个篮中手，他们也从极速超跑补进了刘双麟，对这名攻击手虽然少在新赛季台北金华少了像去年拿下冠军的洋将 B 这名这个主力的一个洋将攻击手，不过整个在攻击火力上面，你看到在第1周的比赛，刚才讲到他们在开幕战就以3-1击败了大换血的高雄台电，也是拿下了开门红。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7年的女子队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金华，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在整个的防守上面呢，他们在这个 整个防守的一个形态里面的所谓的基本功，他们做的蛮扎实的，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呢，他们的防守，就是有点就是以守为攻的形态里面蛮多的所以说他们最大的优点，我认为说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他的防守的一个成功率是效率蛮好的，第二个就是说攻击手能够再去展现他们自己各有的一个能力能够让他们在整个的比赛里面呢拿到更加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绩效。 好，来看到在今天先发的毅力营造的一个名单在举球员张廷伟陈平宇，然后吴文轩、简义文、陈毅、于嘉文、林喜以及李君妮。在台北金华这边，举球员陈嘉曼搭配林良代、刘美金、许恒瑜、刘双麟、甘可慧、邱诗晴以及自由球员李怡轩。当然李怡轩也是从极速超跑转队过来了今年在台北金华少了原本主力举球员廖以任，而且林书和蛮可惜的。林书和在刚才赛前有跟他小聊一下，就是在9月份的这个福尔摩沙的这样的一个女排邀请赛，就林书和意外受伤。对，他那个时候在2号位的这个攻击下来的时候，脚这个膝盖扭伤了。刚才也看到林书和，其实他的左脚上是有带着护具的。他说最快的话，医生说下个月就可以拆护具了。那我觉得这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是。 不过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不急于上场了你是真的就是把伤养好了以后，确定没有问题了，而且肌力恢复了以后呢，再开始上场去比赛，会比较有它的一个保护性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哇！一开始陈嘉曼的发球就发出了一记 ace。这个发现到陈毅跟这个林喜2个人呢，都互相的让开来
在这边的2号位的一个攻击得分，陈平宇个头不高，但是攻击还蛮有威力的哦。台北精华在这边，这一个球被拦了回来，第一时间的快攻，刘美金。那当然，在今年台北精华阵中啊，在廖宇任离开去日本打球之后啊，那举球就只剩下加曼跟陈立荣了。来看到毅力营造这一波的一个攻击，第一时间被压回来。第3波的进攻送到2号位这边的一个斜线。哇，这一次有了，打在拦网球员的手上，得分。不过感觉这个球送的不够长哦，但是攻击手呢，在整个调整上面来讲的话，还算不错，打出了一个打手出界啊。吴文轩，哇，毅力营造的队长。其实就像于老师刚才开场讲的，我们的青年队啊，不管这个男子队跟女子队啊，今年在欧洲保加利亚或者是南美洲的一个比赛，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对，女子队拿到第4名，男子队拿到第3名啊。这一次的一个长攻，再度造成了加曼这边的一个救球失误。哦，小妹妹今天来势汹汹哦。简一文的身高182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一个身高来讲的话呢，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哦。背号4号的简一文，加曼在这边给甘可慧，但是甘可慧这个球打长了，对，攻击出现了失误。不过小牛教练啊，邓延敏教练这边要来挑战一下，是不是有拦网触球？其实他这一球有点被动的哈，因为甘可慧一直看着他，就是希望说他能够提出挑战哦。因为在这一球来讲的话呢，甘可慧认为说对手是有触手出界的，所以小牛也犹豫了一下，不过也支持了甘可慧的一个决定哦。今天台北精华，这个有发给现场球迷很多这样的一个加油棒哦。这一次台北精华挑战拦网触球，有没有机会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像是企业排球联赛的这样的一个电视辅助判决啊，全场有多达17个这样的一个镜头啊，是专门做电视辅助判决。对，有触到，真的有触到，所以甘可慧深情款款的望向小牛教练。所以我就是有看到，真的是有看到，挑战成功。相信子弟兵是对的啊。对，有的时候攻击手自己出手的时候，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哈。接发过来之后，交给后排，甘可慧又来，球落地了吗？这球主审一裁认定已经是先落地了。对，主审吹哨了，就是代表说球他判决是落地的。其实刚刚雅里特别提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周边呢有17支的一个摄影机来针对这个挑战系统了哈。那其实，在正式的国际赛来讲的话呢，它更多支，对，它可以达到这将近23支哈，因为包括在这个我们的天花板上面呢，都会在架设这样子的一个鹰眼的一个系统。那由于这一次这个气排的上半季的例行赛啊，在台中这边只有2周了哈，所以这2周我们在台体大体育馆的屋顶上，可能因为他们平日上课的关系，也没有时间提前来布置这个屋顶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4号位这边的攻击被拦回。哦，伊利营造这一次有了。背号5号的陈毅，这名字取得很有诚意啊。172公分身高的主攻手，甘可慧这一个快抹，这有点像背飞了哈。对。对，这是一个单脚背飞啊。甘可慧在前排也有他的身高的优势，然后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移动加弹跳加手拉上来的一个高度来讲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高啊。这球一定要打过来了，选择把球垫高。甘可慧，这个球结果被拦到，哇哦！背号6号的陈平宇。166公分身高啊，拦到了超过180公分的甘可慧的球，还非常的兴奋。这个刚才坐在看台上，这个韩国青年队啊，这个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让我想到这个黑白大厨里面黑汤匙啊。陈明宇这个球救回来，有。哎呀，哎，没有4级吗？没有。这是伊利的一个呛死哦，哇，打在卢嘉文的头上。不过双方的一个节奏算蛮快的啊。我也可以看得出伊利营造这些年轻的小妹妹，每个都拼劲十足哎。对。可慧的发球。哦，又是陈平宇这一次的斜线攻击得分，166公分身高，这小钢炮哦。对，他从加曼跟这个刘美金的中间穿越过去。陈平宇的最高的攻击点来到265公分，不算高，可是刚才这个球攻击的是相当好。加曼，两代的攻击被守起。再组织一波，给刘美金在这边，刘美金这边的一个攻击得分。陈嘉曼是这个赛季台北金华的队长。哦，嘉曼这球也救得很漂亮哦！哇，嘉曼这个球不仅救起来，而且举到位啊，让攻击手有了突破的机会啊！林良代，10比6，目前台北金华4分领先。哇，这球喷的有够远啊！简一文，打点也很高。在伊利营造当中，有3位球员啊，在登录名单上面身高都超过180公分。除了简一文之外，还有7号的吴子华，另外18号的马德荣，身高有183公分。这女孩子有身高180公分以上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宝啊！真的，真的。好好的栽培。哇，这就想要做调到后排啊，但是推出了界外。10比8，伊利营造把落后的分差给追了上来。这边接发球的骂包。后排攻击，双林。哦，又是先落地。这个球应该是有机会的，对，要挑战，对，要挑战。林永顺教练要挑战。
孙呢自己是自由球员出身啊，他对这球看得很清楚啊。对。也趁这个挑战的机会，也看到林荣胜教练赶快对这些年轻的球员来实施这个机会教育。其实这种比赛的节奏哈，就有的时候会看是跟自己队上的状况哈。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的反击，球守起来的一个反击，选手都已经退位到位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进攻的节奏可以加快啊。那如果说当我们选手还在混乱的当中，里面的收球就可以稍微慢一点。来看一下，对，没错，在手上。所以这是一个公正球了哈。对，是公正球。刚才丢掉的那一分，现在要还给毅力营造。林荣胜教练及时的一个挑战成功。好，陈平宇继续来发球。哎呀，横云！许恒云的这一个球，结果是太刻意去闪这个篮网球员的手了哈。对，许恒云。不过我觉得说他在整个的助跑上面跟摆背的动作，他并没有做得很好啊。感觉上这2次的攻击里面呢，虽然是属于修正球，但是他做的这个协调并不是非常的好。打在网袋，毅力这边，哇，还有。哇，这一次的攻击有了，哇！看到陈毅利用他身材的这样的一个高大的优势，强攻得分。李奕轩刚才这球救回来，好，再来看一下陈毅在这边，趁对方篮网球员2个人还没有并在一起的时候，朝洞打下去就对了。哦，陈平宇这球发得很好哎呀，又一次的一个失误出界，闪太多了。不过可以看到，我们看毅力营造来讲的话，我们的青女队哦，在整个攻击的力量啊，其实他用的蛮不错的哦。虽然说对方的篮网已经是准备在那个地方，但你可以看他攻击的力量蛮强的，都把他的这个手整个挤开掉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青女的一个基本上核心的一个能力算不错的。好，这个时候台北金华把陈立荣给换上来。哦，对不起，陈立军呐，另外一名主攻手啊，陈立军给换上了。11比11，在这边这个斜线攻击，金华我觉得反而这种快节奏比赛让他们打的好像比较有点乱，对不对？刘美金这球拦到了，但是拦出了界外。现在这是毅力营造在第一局取得领先了，12比11。哎呀，一个接发球2带。吴子华的发球啊，造成了台北金华这边接发球的失误。现在是2分领先啊！台北金华这边没有要喊暂停，有刚刚喊了，不过这个节奏太慢了。小牛教练好像跟二才这边说啊，这个按暂停那个按钮好像坏掉了。哦，不是，他是跟他确认一下这个现在，因为他刚刚按了以后呢，现在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整个发球的一个轮转是不是有错误？对，就是轮到谁发球，再确认一下。哦，这一次的快攻得分，看到背号17号的卢嘉文，卢嘉文的身高有178哎，也是很高啊。才17岁而已。
轩接发之后，双林在4号位这边的重锤，守起来。哇！陈毅再度的攻击得分，现在这一次台北金华真的是喊暂停了。可以看得出来，台北金华在面对几波毅力营造的攻击的拦网，好像都没有做得很确实。对，基本上我们看到毅力营造他是很敢打的哈。那你的一个拦网中间手去做组合的时候呢，你还溜了一个中间的一个路线给他打。那当然，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他很敢打哦，所以球屡屡的都从这两人中间穿越过去。画面上方可以看到在11比11平手之后毅力营造的小妹妹拉出了这一波4比1，逼的台北金华这边必须要喊一个暂停，来把整个节奏来做一些调整。这一次吊球被救起来，还有，哇！今天毅力营造拼劲十足啊！我甘可慧及时的在中路这边取得了突破。到目前为止，其实台北金华的主力攻击手来讲的话，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一个效果，反而倒是靠的就是中间的一个快攻。陈义军的发球。哎，哇！这个攻击又让对手吞下了陈毅。这可以看到这个甘可慧上来的时间是有点慢的，对方都出手了才上来。陈毅2008年出生啊，这代表他才16岁而已。双林的攻击球有了。这个打点很高啊，双林的这个攻击。双林身高有177公分，发一个长球。哎，这个球是自己人沟通出现了问题啊。接发球接得太靠了。哇，很聪明，这球打得非常聪明啊，陈平宇。这可以看到整个进攻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这眼睛不断的看着对方哪里是一个空缺哦，来做处理。这种球在空中，你要把球推向后排，这个力量的拿捏也是非常重要。对。其实当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以攻击手来讲的话呢，你发现这个球已经是你的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想好说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球的一个这个位置哦。哎呀，没有打到，好像力量用不出来啊。林良代。所以感觉上今天在金华的主攻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说还没有发挥出他们的一个功能啊。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金华调整了一下举球，是举球的问题吗？还是攻击手本身的问题？对，把另外一个举球员陈立荣给换上来了。梁代这一次的攻击有了。其实林良代也不到20岁，他2005年出生，要到明年1月才满20岁。可慧的发球，陈平宇，哇，这个是艺高人胆大。对，第一个很敢打，第二个你看这个球，我就是撇直线，我就是想要把你打手出界。所以拦网的一个手型，如果说你是平面的，那很容易被打手出界啊。所以有时候角度上面要调整一下。19比16，毅力营造目前还是有3分领先。
陈立荣这边做给刘美金，这个球有了。这个球旋转非常强啊，怎么会旋得这么强？哦，打到网带。网带对。陈立荣发球，接发到位，快攻。林良带斜线的攻击被守起。陈平宇今天在两边的边陲地带很敢打。而且好像都是攻直线。对，他直线的比例蛮高的哈。其实一个好的攻击手应该是多打直线啊。场边这时候再度请求暂停，来听听两边教练有什么交代。导播在耳机里面跟我讲说，今天两边的教练都拒绝在身上别上麦克风啊，所以我们听不到他们临场的调度啊。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企业联赛的一个比赛哈，其实双方的球队里面呢，他们都会去看直播。他们会看直播，所以直播的过程里面呢，像导播说的，他只要有收音进来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这个直播的一个状况，我知道刚刚教练在讲什么。所以要是觉得说透过直播来这个征收敌情就对了。对啊，因为现在资讯网络的发达嘛，那其实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网络上面都有做直播哦。那只要各队你可以看到他拿一个电脑或拿一个 Pad 在那个地方，他都可以听得到这个对方的教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今天第一局表现相当亮眼的陈平宇，暂停过后回来发球，这个球也发得很好。刘美金的快攻，啊，这次又被裁判吹哨了。吹的是一个连击吗？对。第一场比赛3比1打败高雄台电女排的台北金华，没有想到第二场比赛碰上年轻的毅力营造，第一局打得有点辛苦哎。对，后排陈平宇，哎，角度转打得太大了。回到1分差距，不过现在毅力营造还是有1分的领先哦。台北金华这边林良带的发球。陈毅这个球被守起，哎呦，有 touch 吗？陈立军说有 touch， 要挑战，一定要挑战，所以马上举牌了。这次挑战放的音乐是这个不可能任务啊，这有暗示什么呢？不，金华其实他自己，我觉得他是打乱了，自己打乱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明明看起来就是说我的实力水准或者是我的技术会比对方还好，但对方他顽强的抵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分数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拉开来。所以这次金华的挑战失败，没有触球，21比19，没有触球，对，确认是没有触球。林永顺教练第一时间以为挑战成功，其实是金华这边挑战没有成功了。对，他基本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没有触球，不过下来的时候感觉上网子有动了一下。21比19，没有想到第一局现在竟然是毅力营造取得领先，而且这个接发球又没接好。在这边，哇，这个斜线的攻击，虽然冲到网子对面去救球，但是这一球最后这一分还是对，它是属于一个 inside out 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你去救都没有用了。前一场被新北中先直落3的毅力营造，现在有可能从这个
冠军队啊，台北金华手里拿下1局哦。不过现在话不要说太早，真的。不，金华自己要先稳定啊，他稳定起来了以后呢，稳扎稳打其实他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来讲的话，他的身高条件各方面都会比伊利营造好一点。那伊利营造他最大的今天可以看到优点是整个的拼劲非常的足，而且是很珍惜每一颗球啊。接发到位，这一次的快攻，双林的攻击也被拦到，没有选择。交给后排陈平宇，这一个球，台北金华也守起来，再给刘双林。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金华的攻击手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可慧，再给双林。几个攻击球全部都被伊利营造这边守下了。哇，陈毅这个时候攻击得分。23比20，场上再度走马换将，让双林下来休息。对，其实调整一下也好了，因为基本上我们是认为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金华他整个攻击手的状况不是很好，不妨调整一下，说不定。第一个让这个场上的这个先发的攻击手能够稍微去冷静一下，第二个看看这个替补上来的攻击手能不能发挥他的效果。陈毅在这边再度的攻击得手，24比20，第一局伊利营造来到了局末点了。这看网的球的其实可以稍微跳慢一点，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在金华的一个防守的对角，因为中间是甘可慧，所以对角他是不放人的，但这个球从甘可慧的手上穿越过去。所以落在这个5号位的对角上面。简逸文的发球发过来，甘可慧在中间的突破，宜轩把球垫高，慢慢来，再上。哎呦，伊利营造今天拦网做的还不错哎，修正，这开网球给陈毅，斜线的攻击，台北金华手起，一支池长璇，这一次攻击有了，替补刘双林上来的池长璇。关键时刻化解了对方一个局末点，这个就要看了。这个轮转的轮次里面呢，金华能不能够充分运用所谓这个身高的问题。4号位现在来讲的话呢，在伊利营造他是面对的这个江承义，他在4号位这个地方拦网，他能不能去运用这个的一个点来做进攻？还有，哎呦。陈毅的攻击球，结果自己打在网上，打太急了。现在李庸顺教练是要喊一个暂停，因为现在还有2个局点的机会。对，这个其实要调整一下啊，这一个这个进攻球拿下来就 OK 了。两边教练可能都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会打得很紧张，所以都不会别麦克风啊。现在我们也听不到林庸顺教练有什么交代啊？是，我们到底有什么锦囊妙计呢？我们开始就要学习去读唇语了啊！对，远远的看他嘴巴在讲什么东西。我们的青年队啊，不管从过去叫惠宏也好，叫爱山林也好，今年变成了毅力营造。这个我们之前是凯撒。对，在之前是凯撒。其实可以看到现阶段的这些企联的，我们说除了这个所谓青女队以外的一个选手，其实那个时候都是经过这样子一个培训上来的。当然也非常感谢这几年这些赞助我们青女队的这些企业了哈。对。也因为有了这个企业排球联赛洗礼，我们才能够在国际赛也有更好的表现，可以再发掘出我们新一代国家队的这些主力。这一次的攻击结果又是失误收场。对，反正现在就是来试看看吧，就是一次的出手来挑战一次看看。毅力营造这边要挑战刚才的攻击，是不是有拦网触球？好，提醒大家，在企业排球联赛是8岁以下、65岁以上进场是免费可以看球的。现
画面上看到有些小妹妹啊，真的是可以进来好好的来学一下排球这项运动，其实很迷人。有没有触到？没有触到，没有触球，对，没有触球。24比20，有4个局末点的机会，但是现在台北金华已经化解了3个了。所以金华自己要先稳定啊。他如果说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失误，这一局就没有了哈。所以每一个球对他们来讲都是压力。伊利营造刚才也换上了邱凡琪，这个接发球很重要。哇，手起哦，台北金华守得不错。池昌璇4号位的攻击，这一次攻击有了。哇，面对对手4个局末点啊，台北金华硬是现在扳成了 deuce。都没有关系，现在从头开始，这个毅力营造来讲的话呢，可以从头开始。不过这一局真的打得非常的好啊。球接的都有到位啊，好球！哦，这一次的诚意。对啊，他们心想说，这个战术为什么不在前一次的来拿出来做进攻啊，就有机会了。诚意的攻击只有甘可慧一个人来拦的。我金华现在面临的是1-5的一个位置哈，当然也要看着甘可慧跟这个池昌璇呢2位选手怎么样来搭配哦。因为现在我在猜了，也不大敢用后排的一个进攻来处理这个球哦。少了舒和真的会差蛮多的哈。对，少了舒和这一个攻击点。啊，哎呦，我每一次都替他们担心起来。可慧的攻击被拦回，要拉开来，哇，靠网。在网上的一个相持。这叫经验球啊！甘可慧单手，对，这个把球推在对方的这个拦网手里，就往外拨。又回到平手了，25比25。池昌璇这个球发得很长，哎呦，台北金华机会哦，梁岱。球送不够长，快攻，有吗？有吗？好球，结果是送来给我了，可惜啊。黎轩啊，不是，邱诗晴啊。李璇接发，甘可慧的这个攻击被拦回。哎呦，梁岱，每一球都非常的惊险。哦，陈庭宇真的敢打哎，手法很好，手法真的非常好。他在3、4号位这边的这个位置啊，最后是帮助毅力营造拿下了第27分。哇，这也是在今年气排20年新赛季啊。我们7年队的毅力营造所拿下的第一局27比20，而且是从卫冕军台北金华手里所拿下的。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
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哇！毅力营造这支我们的女排的青年军呢、竟然在今天面对台北金华的比赛第一局27-25拿下第一局。你看到在攻击得分率、拦网得分完全不输给老大姐。对，可以看到出来，整个的攻击来讲的话，其实今天毅力营造在整个的一个发挥非常的好，反倒是台北金华，我一开始看到在整个的一个主攻手的一个今天的一个状况不是非常的稳定。的确哈，对，而且打球没力气啊，像是可慧啊。可慧还好，就是他今天反倒是在快攻的得分率算是高一点点的，其他的长攻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像是4号位的梁代，今天好像攻击得分率就不太理想。对。比赛来到第2局，毅力营造先来发球，李一轩接发之后，在这边
哦，小牛教练在第2局有做一些辩证哦。池昌璇的攻击球又被守起来。王玉文的攻击也被守到。非常多的来回哦。在这边斜线攻击陈杰。陈杰再来。自由球员守得不错啊！这一次的攻击踢到铁板了。简艺文虽然有身高的优势啊，但是这个斜线完全是被拦得很扎实。台北金华王玉文发球。哦，有没有touch？要挑战吗？陈平宇的这个攻击球要挑战了，有没有拦网触球？今天反倒是年轻的毅力营造的几个攻击手啊，在今天展现出这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因为反正上场去比赛了，我就是要全力以赴嘛。从陈平宇、陈毅，好，看看这个挑战，对方拦网有没有触球？有触到，有触到。哇，这个球触到了台北金华陈嘉曼的手指啊！除了在电视播出企业排球联赛之外，当然我们在网络也有直播啊。那网络聊天室随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在这边，简直就是一个骂包了。甘可慧直接把这个球居高临下给压下来。球只要在网上啊，总是高个子占优势。188公分身高的甘可慧，陈杰。这球发得很长，陈毅，哇，在这边的进攻有，这第一局被毅力营造拿下来之后，整个第2局的气势还是很高涨哦。对。这个球救回来，李一轩垫高给陈杰，送到4号位，陈毅这个球，有，哎，出声音，要反身了哈。虽然啊，这个毅力营造的简毅文很高啊，但是一个人来拦这个球，说实在不好拦。来看到这个球。面对池昌璇，池昌璇的攻击最高攻击点也来到快3公尺了，298公分。简艺文，哎呀，这个球是手没有包到吗？压不下来。林永胜教练把自由球员林喜给换下来休息，换上另外一名自由球员。这一次的快攻结果忙中有错，又打出了界外。2比2平手之后，现在台北金华连拿3分。池昌璇继续来发。这一次有了卢嘉文，今天在毅力营造这边接发球基本上都能够到位了。对，那代表的是金华整个的发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再追1分回来，连拿2分。来看一下这个球，哇，这是 lucky point。池昌璇的一个长攻。 哎呦，突然的一个偷袭得分啊！陈立荣这个球很聪明啊，看似举球，其实是攻击，完全是落在了毅力营造的前后排空档中间。甘可慧今天到目前为止得到7分。 还有，陈毅把这球送过去，同样的后排攻击，池昌璇，这球也被毅力给守起来。陈平宇面对2名拦网球员有 touch， 哇，陈平宇今天变成毅力营造的一个得分重要的一个箭头啊。 6比6。 王玉文的攻击被拦回，林良岱这个攻击也被守起来。这一个吊球，哇，宜轩整个愉悦啊！陈平宇再来，哇，这一次被拦到了。在这一个进攻，整个球拉往中间进来啊，其实是有点不利的哦，还是可以拉开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拉长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对毅力的攻击手呢会比较有利。7比7，现在第2局打得非常焦灼。涂家文的发球，哦，王玉文这球打得够快。 王玉文的身高有176公分，主攻手林良岱今天到目前为止有拿下2分。陈平宇做一个直线的吊球，哎，没配合好。对，池昌璇的攻击突破了2名拦网球员之后落地。 池昌璇从第1局后段换了下来以后，到目前他的一个表现的状况都不错。对他替补的是刘双林啊，对双林。陈明宇来了，不过这球斜线被守住，林良岱的一个吊球，给后排简一文。 再给陈平宇，哇，陈平宇好赶呐、真的是小钢炮。送上来之后，眼看这个8包球，不打对不起自己了。毅力营造张廷伟的发球，宜轩接发。 王玉文的快攻被守起，陈杰今天在毅力营造后排的第2波的一个防守卡法，其实做得很好。对，又是陈平宇在4号位的攻击得分。第2局目前9比9。
哎，接发球没有接好。陈杰修正球的攻击，再给陈平宇，这边让对方吞下去，不过还有池长璇。哦，池长璇这个攻击胆子够大，已经是修正球了。陈英文把球送过去，台北金华的机会，可慧来了。可慧这个点，其实在中路的一个突破快攻是非常有威力的。陈毅接发，这边的一个快攻，马上还以颜色。看到吴文轩，画面上陈平宇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拿到13分了。哦，结果这一次在进攻上面，结果陈杰打出了这个直线的一个界外，分数拉得非常的近。第二局好像一直在互相的一个拉锯啊，最多的时候台北金华是5比2，3分领先。哎，这球还是能够送过去哦，不错。可慧来了，关键时刻又是最高的甘可慧挺身而出啊。从中路切进来的陈毅，这球是跳得不够高吗？不过我觉得说他其实陈毅他还是拉出来打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现在陈毅被林佑顺教练换下来休息，换上来另外一位邱凡琪。邱凡琪也是身高有175公分高的主攻手。邱凡琪这一次在4号位的攻击，结果打长了，打出了界外。刚才林佑胜教练说陈毅换你了，其实叫江陈毅啊。台北金华陈杰发球，目前台北金华有3分领先。哇，这个接发出现了失误，11比11平手之后，台北金华一口气拉出了一波4比0的攻势。林佑胜教练这时候还不准备喊暂停。台北金华的发球出界。台北金华的攻击手啊，希望在第2局开始慢慢找回他们攻击的一个手感。池长璇的发球，陈毅，啊，甘可慧这个球啊，在空中直接被抓下来，对，无差了。其实要
在这个毅力营造呢，有的时候要稍微调节一下哈，因为你可以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这些选手都很卖力哈。那个子矮的，他的弹跳，不管是在攻击也好，拦网上面也好，他所花的力气都比一般人都要更多。所以有的时候在体能上面的消耗的时候呢，这个教练有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这个球是在界内哦，刚好对角。对。这个球不接，不知道会不会出界。陈毅在这边斜线的攻击得分。台北精华这边接发之后，林良带，陈庭宇又来了。梁代再做一个攻击，这一次并没有重扣，而是选择用推的方式啊来尝试来打空档。陈立荣的发球，这一个偷袭，结果被救起来。好球，好球。19比14，目前在第二局啊，台北精华领先来到了5分差。林庸胜教练这个时候喊出了暂停。刚刚在第一局到第二局换局之间，我们把麦克风调整了一下，看看现在有没有能够听到林庸胜教练的声音。哇，他走到旁边去了，他走到外面去了。让另外一位教练啊，庄明瑞教练来做指导。在毅力营造这一份啊14人的名单当中啊，其实有8位啊都是来自于东山高中。对，这一分没有。其实这个的球队的组合，我们就是所谓的 U17到 U20之间的一个组合啦。好，那当然在这些选手来讲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的表现都是相当的优秀哦。对。不过可以看到这个年纪最小的哈，现在是国中生了。国中生了，我们看到的7号的这个吴子华，他是民府国中，对啊，最年轻的，最大的大概就是现在就是张云珍了哈，他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的组合是从 U17到 U20啊，这个整个的一个组合起来的，那也都是我们国家的潜力选手。陈品宇在这个时候拦网得分。在聊天室里面有人讲，有陈品宇，这个是让人看到东山高中继许方敏之后啊，又养出了一个小钢炮。这次接发打快攻，吴文轩，这个球被守起，陈品宇来了，哇，在毅力营造这边自由球员林喜非常拼啊，对，林喜也很年轻啊，林喜也才17岁，对。林喜是来自枋寮高中的。
伊利营造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挑战，等于是喊一个暂停，对，对不对？这有的时候呢，在这种的紧张气氛啊，或者是这种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反正就是叫了一个挑战来。因为挑战的时候呢，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挑战的系统啊，它的一个这个有的时候回放啊各方面的，它整个这个它的等于说它的一个速度不是那么快的时候，就会花比暂停更多的时间。所以现在的一个教练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就会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去缓和一下整个比赛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拍的正规的暂停只有30秒钟。那这个的部分来看的话呢，其实他就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模式，慢慢的来去做一个磨合。那当然就是要有一个经验的教练了。场上比分21比16，台北精华现在5分领先。暂停过后回来，精华林良带着发球。有哇，还有，林喜判断的很好。陈杰的攻击在界内，这些老大姐稳定下来。稳定下来的话，这个伊利营造的小妹妹就有苦头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整个的进攻的一个形态里面是拉两边呢，整个的进攻里面拉两边来去打。哇，林良代这时候发球出现失误，送了1分给对方。切进来，结果被拦网拦回。哇，这个就是网前球经验的处理了哈。23比17，你看到在网上的相持，池长璇1个打2个，刚才太低了。陈明宇再度的攻击得分，目前他仍然是整个伊利营造今天啊，在整个攻击得分上表现最亮眼，而且他还有2次拦网得分。这个跳发也发得不错，那个球接的靠网了。刚才被吹了持球他应该吹的是一个那个连击吧，就是说他那接的很靠网的一个出手的一个动作。这一次的发球直接得分哦。在小牛教练这边比出了暂停的手势啊。不过刚刚那个球呢，他是接的靠网的，靠网的时候呢，对，他是被判的是过网击球了，但他那个球也可以抓的有点是这样连起的这种模式，但那个球真的是完全靠网过来，接发球不好。好，画面左下角看到目前为止，伊利营造得分最高的是陈平宇拿下16分，陈毅拿下9分。那台北精华这边甘可慧拿下10分，池长璇替补上来，到目前为止拿下7分。对，所以池长璇上来，其实他有发挥他的一个功能了哈。暂停过回来，来看到这一波的快攻还是交给最有把握的甘可慧。24比20，跟第一局的情况一样啊，只不过是反过来。
现在是台北精华在第2局先来到了局末点，陈杰的发球，陈毅这个斜线的攻击先化解了一个局末点。哎，这是毅力营造的呛死哦。还有手到。哇！池长璇这个球没有能够包住啊，打喷掉了。哇，难道要跟第1局一样，就是连续化解4个局末点吗？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年轻的毅力营造打出让这个学姐们还有观众们尊敬的一场比赛。对。哦，还有2个局点的机会啊！小牛教练这时候再度的请求暂停。毅力营造今天陈平宇跟陈毅都已经双位数的得分了。快攻手吴文轩，可慧这个球，哇！结果打出了界外。2-3哦。今天攻击最有把握的甘可慧啊，刚才这个球出现了攻击失误。毅力营造追到现在23比24，只差1分了。哇！不过在这边最后的这1分。池长璇今天从板凳出发啊，在第2局帮助啊台北精华稳住了情势啊，拿下了第25分，25比23。不过台北精华啊卫冕军这场比赛打得也蛮惊险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原本还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7月18年曾经拿下企业排球联赛女子组冠军台北精华，在今天这样面对青年队毅力营造的第2局啊，当然篮网他们在第2局单局有4分的得分，而靠着对方比较好的一个攻击得分率，而且第2局的确年轻的运营出现比较多的一个失误，不过第2局的比分还是蛮接近的，对，25比23。其实反过来讲，你可以看到，反而是精华的这个失误比较多一点，46分送给了这一个毅力营造。哦，对，那毅力营造他这一局才失了3分而已，所以他稳定度是算还不错的。那当然可以看到，在第2局的一个中后里面呢，其实是精华，我觉得他的攻击手发挥的稳定了，包括我们看到在第1局后半段换上来的这个池昌璇，他的整个的进攻里面的效果展现的不错。这次的攻击守得漂亮。池昌璇算是今天台北精华板凳上的一个骑兵啊。对，哇，不过今天陈平宇真猛，真的猛。对陈平宇来讲的话，整个的一个进攻，就像这个亚里兄提到了，他陈平宇的进攻的路线都集中在直线的一个区块，其实真的直线打得很多。今天也拿了18分了。不过这个时候陈平宇发球出现了失误。台北精华的快攻手王玉文，哇，这个球磅数啊，非常的重啊，对，很有自信的那种感觉。陈毅也不过才16岁而已，
现在发球的吴文轩，陈杰这个吊球吊得精彩。简艺文在2号位这边的斜线攻击得分。哎呀，这次发球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怎么会发成这个样子？连林荣顺教练也摇头啊。池长学今天从板凳出发，到目前为止拿下了8分，做一个背飞，打得很简单。卢嘉文，你看他不急不徐的一个状况，起来了以后呢，虽然拦网手在那个地方，他就往你的手上来打，抓高点往你手上来打，打出了 touch out。可慧这边来了。江可慧还是今天台北金华到目前为止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点。5比4，目前1力战还是有领先。哎，陈立荣自己来了，这个球连王玉文都被骗了，对，他以为要举他快攻啊。对。5比5。哎，这个球反而掉到了一个完全空档。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以轩的接发，现在在这边，哇，这一球第一时间林良带的攻击被挡回来，在这一边陈杰打得很聪明，往外打。7比6，金华现在后来居上取得1分领先，不过这1分的领先现在很快的随着吴文轩的一个快攻，又回到平手了，7比7。哦。这个重炮攻击，让台北金华再度的取得1分领先。那现在小牛教练再把甘可慧给换上来。
8比8，举得非常远啊！但是池昌轩这个球第一时间被拦回来，而且这就是持球了啦。今天这3局的比赛啊，没有想到年轻的伊利营造打得跟这个大姐他们啊，这个难分难解。哎呦，这个还是被拦了回来，所以他跟的整个拦网跟得很紧。慢。池昌轩的攻击也被守起。 简一文这边，陈杰，一轩，陈毅，哇，守了一颗，第2颗没办法了。在8比8平手之后啊，靠着。 连续的攻势啊，在毅力营造这边再拿2分啊，目前10比82分领先，也让台北金华这边喊出暂停。老师，你觉得台北金华今天在整个2侧的攻击到现在为止还是发挥的不是那么的理想，对不对？对，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进攻来讲的话，虽然说换了这个两个主攻手上来了以后呢，它的效果是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但是在整个的节奏来讲的话呢，似乎就变得稍微慢一点。 所以造成在毅力营造来讲的话，整个的拦网的你看到它的组合都可以跟到位，所以这个在这种平衡之间呢，就是看金华他怎么去调整他整个内部里面的这种节奏。台北金华这边送给池昌轩，但是这个时候攻击出界了。所以现在小牛教练啊，让休息了一段时间的双林再回到场上。对，基本上在整个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点呢，没有办法拉到最高点。哇，甘可慧这一边。 再度的一个快攻得分，陈杰发球，简一文的攻击被守起来，甘可慧，陈平宇做一个吊球，哎呦，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替他们紧张了一下，看到这个球过去了又没有人动。 双林在这边的一个攻击，结果被拦到，还有连拦2波啊！哇，简一文这一边，双林都在原地跳，而且刚刚这是一个单人拦网啊，他竟然打在人家手上了，斜线的其实可以进攻的。 182公分身高的简一文，今天到目前为止也拿下6分了。 12比9啊！毅力营造现在有着3分的领先。林喜把这个球给救回来。哇哦，算蛮敢处理球的。有了，这个已经掉开来了。对。双林今天到目前为止10次攻击里面只拿到1分。 到目前为止，总攻击总分只拿到2分。哇，陈毅好敢打！我觉得今天整个带动起来了。对，整个的看见击球的速度跟磅数啊，不输给这些大姐，而且甚至于比他们都还要再犀利一点。而且今天他没有抓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说，整个的进攻不管是4号位、2号位，直线的比例很高啊。 那其实，在拦网上面来讲的话，他并没有掌握到这个所谓的一个路线的一个拦网。台北金华这边林良代也回进一个直线的重锤。第3局的比赛现在来到中段，
目前毅力营造13比11。哇，这个快攻打得够快啊！卢嘉文今天不管两侧快攻，其实毅力营造这一群这个10几岁的小朋友、小妹妹发挥的，我觉得今天才新赛季的第2场比赛而已，发挥真的相当不错。对，在整个时间节奏上面拿的算蛮准的。所以我觉得林庸胜教练在整个整合这一支，就像刚才于老师讲，从 U17到 U20的这一群年轻人的身上，这个战力我觉得至少整合的不错。对。哎，接发球出现失误，修正。林良代。哦呦，陈平宇这个球打的力道也是非常的大呀。台北金华换上了自由球员邱诗晴，让老将李宇轩又回到场上。陈平宇看到有2名球员在他前面了，瞬间做一个变线，对，他整个的一个变成这个推扣、轻扣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也很明显发现到说，你的这个4号位的这个斜线的这个防守人员退得很后面。各位，我们现在球他们起来卡我们的正面点，其实卡得还不错。我们必须要去多留第一拍看了拦网以后，然后去做进攻，第一个，我比较要求我们进攻，没有进攻，你守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用，好不好？因为后面其实也很努力在守了，但是对方的进攻比我们更有，现在角度更有企图心。好不好？来，小田教练也承认，今天啊，毅力营造的进攻啊，其实比台北金华场上的攻击手是更有企图心的。对，第一个是攻击，然后第二个谈到的是拦网。其实拦网的时候，他们有点到了，变成说他自己的攻击手在这整个的一个这个出手的角度，并没有去做一个太大的选择。画面上穿着这个灰色 T 恤的，全部都是东山高中的。东山的，对。陈杰在4号位这边被拦回，宜轩再把球举高，再给陈杰，再被拦回来，连续2波的进攻，陈杰都踢到了铁板。其实我们再仔细看看台北金华啊，其实金华里面的他作战的模式里面呢，他也是完全按照现在大家的一个趋势，我们一直谈到直线有效，直线有效，所以说他们的整个的一个进攻的模式里面呢，几乎也都是直线为主。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探讨说，为什么刘双林面对单人拦网的时候，好几次都是在打直线被拦回来，所以他们贯彻了这样子一个执行的一个效果。不过他们忽略了一个是现况的状况里面，你剩下哪一条路线你可以打，你并没有做出一个在瞬间临场的一个这个选择，而是用一个所谓的指令的方式在做进攻啊。今天在整个台北金华这边啊，不断的在更换他们2侧的攻击手。好，林良代这一次的攻击啊，制造了一个 touch out。18比13，毅力营造还是有着5分的领先优势。所以被这些年轻小伙子，他整个的一个战术，整个都打乱了他们整个在场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判断。重判动作，我刚刚看陈平宇是从外面切进来到中间3号位这边的一个重炮攻击。对，他从2切3的一个位置，快攻挤得太近，有这种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北师大的一个快攻来，不是台北金华来讲的话，它的快攻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有应该有4位啊。所谓的就是说，另外的就是说，像刚可慧啦，这个我们说这个王玉文啊，还有这一次的这个刘美金，
其实还有一个翁子云。汪子云汪子云的一个部分呢，其实今天他还没有下场去。对，汪子云的一个快攻，对他的快攻其实也有他的效果。其实刘美静也是在第一局有打了以后，只是2、3两局都上场时间反而不多。他基本上来讲，大概整个的一个进攻没有那种 power， 就是没有那种火力了，所以大概这个邓教练大概就是觉得说，可能调配上面搭配不是那么好。所以才会这个调配的这王玉文上去。在开季前意外伤了主力的得分大将林书豪之后，相信邓延敏教练、小牛教练在整个开季的上半季，尤其前面几周比赛是要寻求这个阵中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要找寻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方程式来填补上林书豪不在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缺口。21-15， 6分差距。简逸文的发球，双林，这个球被守起，给后排。又来了，陈毅。这个球只能够垫过去了，再给陈毅这个呛死球，守得好，李怡轩守得漂亮，过长了。陈毅再来，不过台北金华这边也不是吃素的，哎呀，出界了。对，哇，这个球应该是已经举球员自己跳起来，已经是掉开来了。不过小牛教练这时候要求来一个挑战电视辅助判决。刚才的攻击球是出界了，不过台北金华这边要挑战看看在刚才拦网的时候，毅力营造的球员是不是有在出界之前有触到球？画面上看到穿着灰色球衣的都是来自于台中市的东山高中的学生，排球队的。坐在后面的应该都是家长了，应该都是家长后援会的。有没有触到呢？没有，就打在网带上面。哇，所以挑战失败。简逸文再拿1分今天的得分也要来到2位数。张可威的攻击被守起。chance 给到后排的陈平宇，李喜再做出来给陈毅，陈毅这个球打在拦网球员的手上。在林永顺教练这边，其实可以现在在做一些体力上的一些调整。对，因为现在也有8分的一个差距啊。毅力营造。换上来，邱凡起来发球，双林这个球穿过了拦网的张庭伟的手。刘美金这一个攻击球，林良代，还有，美金再做给林良代，这一次的攻击再被守起，
再送到4号位给陈毅，还有刘美金这一个攻击被拦回，陈杰把球送过去，哎，反而最后是陈杰这个攻击得分了。哦，两边几度的强攻都被守起了哈。来了一个比较，变成是一个比较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这个曲线的球。一力营造再把吴子华给换上来，在前排吴子华也是有跟刘美金一样的高度哦。双林的发球，哇，陈毅球失性已经到位了，可这个攻击的磅数真的太重了，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啊，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伊利他整个直线打得非常的多，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拦网的一个是完全拉到直线去了。那美金过来去靠拢这个组合拦网，斜线就变成是一个大洞了，所以要补强斜线的一个防守。陈毅今天的得分也来到17分了，梁代今天的攻击效率真的不理想哦。加曼再做给梁代，这一次还是没有，不过刘美金补上一笔。一力营造依旧是局末点的机会。啊，这一次的快攻直接交给7号的吴子华，所以第3局的比赛结束啊，看到一力营造在第3局是以25比18再拿下一局，反而在这一场面对台北金华的比赛啊，率先取得听牌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我本来是想办南瓜啦，就带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办，那我就办一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
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今天毅力营造这一群从15岁到19岁的小妹妹，哇，今天在前3局打完，竟然是能够率先取得听牌，而且今天对手不是别人是过去曾经在上赛季拿下过冠军的台北精华。你看在第3局的这个单局的数据比较，毅力营造攻击比对方好，而且又有拦网，而且对方的失误也比你多，对，各项数据都领先大姐姐。对，那其实我们说，其实今天开赛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就是说精华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以守为攻就代表手背是不错的。不过今天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毅力营造的打法稍微这个比较有力量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其实在防守变成说完全都没有了。那至少现在在局数上取得2比1领先的话，今天的毅力营造已经确定，这个赛季可以取到至少今天这场比赛结束，至少可以取得1分的积分。对，这个双方不管怎么样了，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了他打这个所谓的打到的这个先生，没有，如果说是4局的话，他基本上是没有的，要到5局才有。对，他如果说3比0、3比1。他就是没有积分，零积分。但是如果说打到第5局，双方都可以拿到最少有1分的积分。对，因为5局大战的话，这个赢球方是2分嘛，输球方有1分。对。那如果直落3或者是4局的话，赢方都是3分积分。对。所以说今天就算这个毅力营造如果万一最后5局大战输球的话，他们还是有1分的积分。没错，对。因为目前他就康亚丽所描述的就是说他已经剩2局在这个地方等了。当然，现在对于这个毅力营造的林用胜教练心里想的是我要3分全拿。吴文轩的一个吊球被手起，陈杰这个球在界内，哇，这第4局一开始这个台北精华非常猛烈的回进一波4比0的这样的一个回击。哇，
陈品宇今天好猛啊！对。只有16岁，身高只有166公分。但是陈品宇今天是到目前为止，哎呀，刚好，哇，又是一个 ace 球。这个球几乎陈品宇是没有打到手的，整个打到你可以看到整个状况刚好落在。今天得分已经超过20分了，越打越有信心啊！陈杰，这个球打在林喜跟陈品宇的中间，两个人都想去救，两个人都没救到。5比2，陈杰的发球。做给陈毅，这个长攻也被后排给救起来。哦呀，前排这边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状况。这个偷袭有被料到了，界外。简逸文这球想法是对的，但是球推得太靠右侧。刘双林的发球，简逸文，林良代这边的强攻啊，造成了篮网球员的 touch out。简逸文这边的攻击被拦回。陈毅4号位这边的斜线攻击，还有，甘可慧在这边的攻击有了，拉高点。8比3啊，5分的差距。现在在伊利营造这边，林庸顺教练请求暂停。9点啊，白背坐好。在伊利营造这支球队当中，刚才讲了，超过一半都是来自于台中市的东山高中。那当然，其他的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学校，都算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一个新血。这一次的快攻被守起来，双林送到4号位给陈毅，没配合好，又给可慧，反正球给甘可慧就对了。其实球举高给他，他也是轻轻松松的偏两边哦，这个反而效果好。陈毅这边的攻击，结果又打出了界外。有时候越急啊，其实反而分数越快被拉开啊。
顺教练喊这个暂停啊，希望就是大家赶快把刚才混乱的这个步调节奏啊给调整回来。其实像这种的4级球的一个状况来判断尤其打到网带上面，几乎这种的挑战都会成功率特别的高。刚才在这边打在双林的一个手上。其实卢嘉文的一个搭配快攻他其实时间抓得很准，他上来的时间非常的快。简一文的发球结果发长了。看到网络上有球迷建议啊，这个简一文，你看身材条件很好，182公分，但是他的打球应该要更有霸气一点。对。因为看起来他在场上有时候还蛮温良恭俭让的。卢嘉文又来了，连续2波的一个快攻得分啊！刘美金，哎呦！美金跟陈立龙2个人去争这个球，还好美金这个手比较长。陈明宇这边的斜线攻击被守了起来，邱世行刚才就守得不错，再给陈明宇再来一次，这次给后排的陈毅，再被收起，陈杰，林良带的攻击又被拦回来。陈平宇在这边1个打2个，这次给后排的陈毅，哇，没力了，从后排起飞啊，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种来回波越来越多的时候啊，这个球的高度跟节奏就要放慢了，因为大家都这种很累尤其是男孩子更明显，女孩子就很特别这种心脏特别强在这局当中啊，这个卢嘉文的这个快攻反而替毅力拿了不少分对，其实嘉文上来以后，他整个的一个这个快攻的一个部分，他时间抓得很准。17岁，178公分的身高。直接的刘美金的快攻得分。刚好，刚刚好。这个时候发出了一记 ace，
但是在一零营造这边要来挑战界内或者界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有很大的几率啊，可以看到一场5局大战啊，蛮有机会的。因为这比分将近有9分的一个这个差距了。啊，是个界外，所以一零营造这边挑战成功哦，刚才的 Ace 球被没收了。不过这时候两边还是有着7分的差距。陈杰的攻击，陈一文，哇，这球已经拦到了，在自己的一个头顶上面了。对，已经拦到了。对，但是球喷高了以后转身。14比8，还有6分差距。张庭伟的发球，这个接发被破坏了。对，发球很有那力道存在啊。哦，这个球。沉寂了2局的刘美姬呢，在这一局开始发挥她人高手长的威力。这一次的快攻跟得很好。其实可以看到在毅力营造的一个快攻，我觉得他们的快攻的时间搭配得很好。那个球在那个举球员的手上的时候，攻击手就先跳了，所以你能够有足够的一个这个去影响到对方的一个拦网。高举高打，交给188公分的甘可慧。手硬是比拦网球员要高出那么一点点。陈杰的发球，这个时候出现了失误。16比10，要小心哦。虽然目前台北金华还是领先的，不过现在才中段而已。对啊，一下子就拉上来了，只剩下这个6分差而已。你看，我觉得这个刘双麟今天的一个打法，你都是单人拦网的时候呢，都被拦回来了。哇，陈毅在这边时候又实现了一个突破，16比11。他变成在整个打法上面呢，就是完全感觉上就是接受指令的一个打法，并不是真的在观察对方的一个手的一个位置来去做调整。进来，但是球不好，马上调成2-1，或者是球要过肩，好不好？我们打一个战术，你打1起，起来，要么就放，要么就直接锤，2支哦，2支哦，1、7、2、3 ，OK 来，进攻，来各位一个过。哦，哇！吴子华的发球又造成了，既然台北金华李一轩这么有经验的自由球员出现了接发球失误。刚刚那个球真的是过去就降下来，有急坠的那种感觉啊！再来一个，
哇，志友竟然被救了回来，还是要归功于可慧啊。卢嘉文的快攻被守起，林良带。这一次一个人打2个，没能够打过了。17比13，4分差而已哦。钱一文今天的得分也是来到了12分，双位数。林良带，这个攻击球被守起来，陈毅来了。哦，梁代这一次找到空档了，18比13。回到甘可慧的发球，今天到目前为止，甘可慧拿下全队最高的18分。又一次，哈哈。这个耶里营造在整个防守上面呢，就是准备的守强击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突如其来的这种的高压球啊，连2次脚步都没有去做移动，所以整个脚都定死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又拉开到了6分差距。哦，这一次倒是偷袭的很准啊，张廷伟。陈毅，开网球给陈明宇。哦，刘美金这个快攻球，结果被对方第一时间给拦了回来，视线落地了。所以整个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模式哈，都非常的被抓得很精准了。17号的卢嘉文刚才单扣啊，单人拦网。美金再来，所以可以看到今天毅力的一个快攻，台北金华真的是没有办法，拦不到。联盟配合好，台北金华的 chance。又是刘美金的一个高打点，要进入到5局大战的机会越来越浓厚了。在今年720年啊，女子组剩下4队，所以要打7个循环。我没有来的时候5小时就有票，你都在那里看，他们都吓到。你看画面上，林荣顺教练很聪明啊，因为他身上有别麦克风，他就坐到旁边，所以教练的讲话完全不会被收音到。比较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在伊利营造这个林荣顺他是教练嘛，其实他的助理教练
郭明湘是他的老师啊，他的老师来担任他的一个助理教练哦。这一分有了，现在毅力再追上1分。来看一下，又是陈品宇，这一球让对手吞下去。举球员张廷伟的发球，陈杰的攻击，给后排陈毅。所以可以看到今天金华的防守，整个状况真的不好啊。现在18比21的一个3分的一个差距啊，毅力营造都还有机会可以追得过去。双林接发之后，现在刘美金做一个单脚背飞。今天刘美金也拿下2位数的12分了。简一文这球修正只能够，哎呀，呛死！在后排陈毅跟自由球员林喜啊，2个人都想去救这个球。对，其实这个球应该是林喜要上来接的，结果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他来接，因为这是一个机会球，一个呛死。当然，毅力这个时候提出挑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暂停，这不是真的挑战。不过这个球，因为我也不认为说他挑战这个时机是对的哦，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球是很明显是自己的失误了。那应该这个失误的一个过程里面，而且对方他已经来到了这个23分了哦。其实有的时候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所谓的自己的一个状况，说不定你等一下还有遇到一个机会可以来做挑战的。刚才挑战是对手有没有触网，不过刚才透过那样的一个挑战画面啊，在这个台北金华这边，哎，你看脚是不是有过中线？不过以我们说在整个挑战的一个这个它的规则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基本上不应该是出现刚刚这个画面了，因为那个画面是在稍早之前已经在进行好几个一个连续动作了以后，所以挑战绝对不是挑战那一个。所以刚刚出现的这个画面来讲的话，应该是他跟我说不对的，对，不是那个的画面。因为那个是已经经过好几球了，他那个球就算说他要挑战，也是不合法的挑战，所以不会给他挑战那一个。对，因为刚才那球最后过来是，所以现在的这一个失误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一个的部分，他现在是画面出不来，那可能在挑战裁判那个地方也找不到他到底要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对，所以说维持原判，但是现在关键是在于说他这一次的挑战算不算？如果算的话呢，算是一个失败，因为他维持原判，照理说他是要算他一个挑战失败，就是维持原判。23比18，伊利营造这边，简一文这一次的攻击在4号位攻击有了，23比19。
陈庭宇这一次的一个跳扣没有能够发过去。哇，两边都互送了这样的一个发球失误的大礼啊！不过现在台北精华还是局末点的机会。哦，这个时候要把马德荣给换上来，全队最高啊，183公分身高的马德荣啊。马德荣也非常年轻啊，16岁，有破坏到接发哦，修正球。双林这个时候勉强想要做一个修正球的进攻，结果打挂网了。吴子华的发球，在这边最终。看到可慧拿下了这一分之后，25比21，在第4局的比赛结束啊，台北精华在今天的第2局跟第4局双数局都顺利的拿下，也使得在10月26号台体大体育馆的这场720年女排的例行赛要进入到5局大战了。我们休息一下。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
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看到在今天第4局的这个比赛内容，其实台北精华这攻击率是要比对手来得好。不过伊里林照在第4局有3次拦网得分呢。其实一直到了比赛的后段呢，我觉得伊里林照还是保持追分的这样的一个缠斗能力。对他整个的那个拼斗精神，其实从第1局到第4局，我觉得他们没有太大的一个消减啊，那种精神力啊。当然可以看到，在24局的时候呢，台北精华确实在整个的攻击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是稍微的这个提升了不少哈。那当然在失误率的一个部分呢，也降低了啦哈。那反观是毅力营造在失误的一个部分呢，也送了有7分嘛。那虽然说拦网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到他们拦网的一个成功率也逐渐提升哈。那提升的一个状况其实是，我觉得啦，就是像刘双林就贡献了几颗被他们拦了下来了。因为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整个的一直观察整个的一个打法的时候呢，他们是接受指令呢，还是在临场的这攻击手会去发现到说我应该打哪一条线的一个状况。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球员在场上的时候真的是要灵活一点而且是要去比较有一个临场性的一个发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在场上这个直接选手之内的一个就马上就沟通会比较达到它的效果。好，第5局的比赛抢15分呢。看看是精华能够拿下开季的2连胜，还是今天毅力营造能够缔造小虾米扳倒大金鱼这样的一个戏码。这球虽然守到了，但是守出了界外。这个在最后1局的时候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可谓的今天前面4局都没有来的这一局的球，这一次的攻击力比较强哦。前面的4局的那种力量都没有用出来。双林4号位的斜线攻击，陈毅，双林再来，这个球在界内，好球。也就是说，前面4局可能是没有那样的出全力，一直到了第5局才全力以赴就对了。真的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企图心在第5局的时候，看到在台北精华里面，它整个的一个展现出来了陈杰的这个发球发长了。当然，以陈杰的一个发球，它已经是定型的特性了他是跳起来以后，几乎他是要落下来那个时候撞击到球，所以它的角度都会比较高一点。他如果是可以再高一点点的一个这个击球点的话，可能
球质就比较不一样了。双林的发球，林喜接发之后，现在在这边简一文这个吊球被金华给守起，但是陈立荣直接上来要做扣球，我觉得这出手其实他有点犹豫了，不够果断。立荣是举球员，不过有时候他的攻击企图性也蛮强的。其实每一个选手都一样啊，很多的这个举球员都想要打攻击，那偶尔很多的这个攻击手呢，我说我也想要举球嘛，跳得好累啊。哎，这个球被封到，卢嘉文。3比3，这决胜局现在又紧张喽。先抢8分换场啊，因为感觉上呢，今天好像是站在这个主审的右侧的场地，好像都打得比较好。没了，4级了。哇，连拿3分之后啊，现在毅力营造反而在决胜局取得4比3领先。林良带，这个时候必须要挺身而出啊。其实要带一点速度性的啦，因为我觉得金华里面来讲的话，他们之前以前打法就是很流畅、很速度哦。那今天的一个状况，攻击手他的整个展现不出来，我觉得他的速度并没有流出来哦。反而今天，哎呦，张可慧的发球出现了失误，反而今天打这种中间的可慧啊，拿下全队最高20分。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反而是在整个的一个这个快攻的一个得分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快攻的比例又完全集中在张可慧的身上哦。简一文发球，林良带，陈毅，林喜这个球救回来，这一次的快攻，哇，卢嘉文，这个是配合好的吗？其实反击非常的快哦，因为感觉上好像是要做给4号位的陈毅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举球员脑袋很清楚，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这个对面的这个网子的旁边里面，刘美金他已经连跳3下了，所以你要给他连第4下再连续跳的时候，他能不能再一样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举球员有的时候脑袋要快。各位，我们等下就重新来了，慢慢打，记得等一下拉开，19可以做啊，可以先锤，这边拉开，先钻进接发球，还有一个冲你好球，2脚哦，加油！进我！哇，这个暂停过后回来，哇，简一文的发球结果出现了失误。其实回过头来，金华如果说要让他们的背飞发挥比较有好的效果，其实他的接球的位置就要接到偏3跟4这个地方哦，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去让这个整个的背飞拉开来，他的拦网就不会集中在那个地方了。陈毅的斜线攻击被守起，刘美金，这个时候他就吹触网吗？对，副审吹的是毅力营造的触网，不过这个时候毅力营造也提出了挑战了啊。因为这一份很重要啊，每一分都很重要啊，应该看到在第5局了，第5局只打15分的。所以各队都要先抢8分。我抢到8分的时候先换场。小弟弟没有满8岁啊，在企业排球联赛是可以免费进场看球的。
爸爸肯定是一个排球迷啊。所以刚才11个投是林永顺教练，因为他那个光线太暗了啊，这个林永顺教练至少还是对第二裁判来提出异议啊。对他认为说这个的部分呢，那其实他应该是刚刚指的是下来了以后并没有触到网，而是头发。他转身的时候头发触网，对不对？触网，对。其实以现在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呢，其实像这个的动作啊，他的球他触网哦，这基本上头发触网啊还是会被抓，因为他是算是下来的球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动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场大荧幕。我跟你讲，如果在这边拿选手会这样挑战。第二裁判认为是有手是有触到网子了。好，无论如何啊，在毅力这边啊是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现在6比6。接下来比赛是考验着两边的一个抗压力喽。陈毅这次的攻击被守起来，刘美金。现在在场上反而是伊利营造这边啊喊出了暂停。哦，你看到两边的这样的一个得分啊，陈平宇今天已经拿下25分了，陈毅今天也快要拿到20分了。是。另外打快攻的卢嘉文也拿下了14分。台北金华这边快攻的甘可辉20分，林良岱13分，刘美金，其实我觉得刘美金是反而在第4局、第5局的一个表现，让他分数这样上来。对，尤其在第4局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球队里面，他都会做下他的统计哈。其实像这样子，他能够拿下分数的这些选手里面呢，其实应该就是要有选择性的多给他们一些这个得分球。陈毅说着说着，陈毅的这一次攻击得手啊，也让他今天得分啊来到20分了。陈毅、陈平宇，两个人都是2008年出生，也就是说，两个人今年都才16岁而已啊。在这边，陈杰4号位的攻击得手，所以是台北金华这边先来到了8分。换边过后，台北金华林良岱的发球，哇！这个接发球第一时间拨过来，反而造成了台北金华接发球的失误，8比8又回到平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哇！9号的张庭伟拨得很聪明啊。
刘美金接发，在这边给双林。顺达了哈，你看现在双林他的一个攻击的路线不再纠结在直线的一个部分了。啊，出界了，出界了。刘美金这个球发得非常深啊！邓延敏教练这时候决定要来挑战看看，挑战界内界外。 9比9，决胜局第5局。哇，这个接发球结果没有到位。哦，这个主审刚刚没有抓，刚刚那个是一个后排，这个对后排举球过往举球过去，对，没错。 在9比9平手的情况之下，刚才这一分，于老师，你刚才说是后排，对，因为刚刚在整个的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毅力营造，他在后排就是张庭伟从后排上来举球的时候，那这个举球的一个过程里面，他的手单手举球，结果超过了网高，这个球已经跑到了对区去了，所以就会构成一个等于过网击球的一个现象。 的失误啊，加上金华这边刘双林的一个攻击得分，现在从原本9比9变成了11比9。好，张可慧。 一下子连拿3分啊！毅力营造这边林永胜教练这时候请求暂停。他在这里，重点是你的举都差很多。没啦，想一下，还是平去切都可以，做一下这样子。林永胜教练还是交代这个举球员张庭伟啊，因为其实整个球队场上进攻的一个发动机，关键人物还是在举球啊。对。 很重要的，因为刚才9比9的时候，那个失误其实蛮关键的。对，因为他整个这个张庭伟从后排上来，那上来了以后呢，这个球其实接的他有点来不及了，所以他上来是用单手举球的一个动作。那这个球举的刚好，如果说是没有过网那还好，结果这个球是过网的，所以被判了一个犯规。
这边的攻击，今天得分最高的陈平宇，结果攻击出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比赛的过程里面都打得非常好，但是在最后的关键的时刻，你一个失误哈，那当然就会影响很大的一个这个球队的一个这个整个情绪哈。只要不到最后一分出现了，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对。当然，在前面几次的一个状况里面，也会影响到这些小球员的心情了哈，因为这么努力，对，适时的来了一个拦网得分哦，把士气拉上来。两大常人啊，简艺文跟队友的一个双人组合拦网。好球，小甘，你帮我们调一个，上 A 头，上 A 头，A 头，2-1，好不好？然后梁代有一个老二，stand by， 我们执行一个，来，加油！我们看右下角两边的挑战统计啊，毅力营造挑战了8次，成功了4次，失败了4次。那台北精华今天挑战了4次。只成功1次，失败了3次。好，13-11，在决胜局第5局，精华现在还有着2分领先。暂停过后回来，陈平宇的发球，这有破坏到对方接发哦。双林的攻击，手起送到4号位这边给陈毅，再给双林。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助跑啊，他就有爆发力。双林今天虽然今天前4局感觉上好像攻击得分率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到决胜局，我觉得对一肩扛起啊球队胜负的这样的一个已经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第5局的一个攻击的形态跟前面的这个4局是不大一样的。前面的4局里面几乎没有那种冲跳的这种的一个情况哦。简艺文的攻击被守起来，林良代最后的攻击拿下了这1分，决胜局看到了台北精华15-11。在今天10月26号礼拜6啊，在台体大体育馆的这场比赛啊。台北精华在对手3局打完先听牌的情况之下，完成了逆转胜，同时台北精华写下了开季的2连胜。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
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好，在10月26号，在台体大体育馆，今天的这一场台北精华跟这个小妹妹的比赛，结果没有想到是一场5局大战。那赛后的访问我问到了，这是邓彦敏教练，还有队上的2名举球员嘉曼还有丽蓉。那首先问到的就是小牛教练，今天哇，没有想到你们是前年的冠军队，而且开幕的第1周就3比1击败了高雄台电，但是今天却跟年轻的这群小妹妹打了一场5局大战。你要不要先给这个这群小妹妹一些评论？这一批 U17 跟18，再配一些20的选手，本来今年他们在整合上面，在国际赛其实就大放异彩。在开赛前，我们没有小看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今年的组成比以往都来得整齐，而且企图心更好。就我刚刚其实暂停的时候也有听到我说他们今天很积极。那反观是姐姐们啦，我觉得今天的姐姐们在表现上面，尤其是我今天对先发的选手蛮不满意的，因为在先发的选手在第一次对战，伊利营造
早该在前3轮或者前5轮就应该要抓到那个习性跟整个积极度，但是反而是我们是被牵着走的。的确，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修正的地方。那当然，我觉得今天毅力营造真的打得很好，尤其几个蛮亮眼的，我看到陈品瑜、陈毅，这2个他们得分都超过20分以上，对。那我们真的要检讨了。那我觉得这2个小朋友真的不错。那未来我们在对上他们的时候，姐姐们就会重点看防了。好，那我也看到这是5局里面，小牛教练你不断的做出了调整。那今天先发是贾曼，后来立荣顶上来，也跟攻击手配合的不错。那看到在原本先发的双林这边，其实前4局双林打得并不理想，但在决胜局也看到双林挺身而出，有经验，毕竟在决胜的第5局发挥了效用。你怎么看球员今天的发挥？势必这是一个成人的球队。那我觉得现在在我左右两边的，他们有一定的经验跟水准，甚至加曼还去中国联赛打过球。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好说歹说，毕竟是自己的学生，他毕竟要更稳定的去为球队去输送、去做调整。那今天其实排球运动就像一个跷跷板。谁压下去谁就会起来，谁掉下去谁起来谁就会掉下去。那我觉得今天在士气上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重新去回到像我们跟台电或者是中仙有经验的选手，或是有外援的队伍，我们可能才会拉起士气。但是其实不是，今年的毅力营造非常优秀，所以这真的是不容小觑，我们以后要多多注意。今年只剩下4队，而且这个赛季21场比赛，每一队你们要对7场。那接下来我问一下，今天先发的加曼好了，加曼今天获得了先发的一个重任，当然今年在少了1人的情况之下，你跟立荣一定要跟队上的攻击者做密切的一个配合。谈谈今天这场5局大战，你对你自己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语？那未来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地方要再加强的地方？今天在一开始上去的时候，可能就只有稳传，然后没有去太因为对面是谁而去做改变。然后我觉得不能就是只局限在我们自己打怎么样，应该要应变，就是对面怎么样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举这个球，然后对面可能是高的矮的，就是要随时去做应变。这是我对于我自己之后应该要去做一些改变。今年多了美金还有双林，当然比亚他们走了，舒和不在。那你自己在对攻击手的方面，那还有什么样的心得吗？我觉得就是服务他们啊，就是把球服务好，让他们去决胜负这样子。好，接下来问到立荣。立荣在场上今天看这比赛，我觉得你是一个攻击欲望非常强烈的举球员。那你自己觉得？就像我刚刚问加曼的问题，你自己觉得今天这场5局大战，最后你的赢球了，当然结果是好的。那你对你自己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语？觉得自己未来还有可能在进步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因为我到后半段都会越打越急，所以我后面就是要再调整，就是后面不能越打越急，要越来越慢。还有举球的准度。举球准度。那攻击的欲望方面，我觉得你今天也有靠攻击。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今天进攻也攻击得到了3分哦。可以攻啦，不能打对。有，我也看到那一球。好 ，OK， 那恭喜台北精华在开季这2个礼拜拿下了2连胜。那当然今天惊心动魄的5局大战，哇，现在时间也晚了，大家要赶快回饭店休息了。好，谢谢今天小牛教练跟2位球员接受我们访问。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球评于老师，谢谢。在今天呢，以3-2顺利的拿下了今天这一场这个赛事哈。当然这一场这个比赛里面呢，是在惊涛骇浪之中来取得了胜利了哈。那我们看到毅力营造呢，在今天对上的一个台北精华里面，确实展现出他们年轻一代的一个这个缠斗的一个能力哦。那跟他们的韧性，那当然这支球队呢，就像刚刚小牛教练所讲的 ，U17、U18、U20 3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组合在一起。那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他们在国际赛也打出了相当的亮眼啊。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果，也希望他们能够持续的维持下去。那今天可以看到，其实在就像这个加曼他提到的，整个的一个这个
战术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他们会局限在于，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训练的、演练的，那是在打法上面来讲的话呢，都是用这个训练的这一套模式来上来做运作。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并没有去仔细的观察对手的一个现况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我在之前看到的，就一直谈到双领的问题哦，这一个人拦网他也打直线被拦回来，这个再怎么打都被拦回来。那你其实可以看到第5局的时候呢，他整个的自由的发挥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他在整个进攻上面来讲的话，他就非常的顺利顺畅。那其实，在比赛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说双方除了平时的演练以外呢，你临场的一个表现观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才是排球里面比赛的重点。好，今天这场5局大战啊，那打完之后啊，其实说实在，现在时间也已经来到晚上将近10点钟了。那当然，在今天10月26号礼拜6的那比赛结束之后呢，在明天礼拜天10月27号，同样的在国立台湾体育大学体育馆，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连续3场的棋牌20年的一个比赛要带给大家。那下午的1点钟开始，也请大家来继续的锁定现场直播。那第1场比赛啊，打台电看到对上台湾产险，第2场比赛连庄，那今天总算是开胡了，要来面对台北康体。那明天台北金华面对1零林兆2天的2连战。那看看明天小妹妹们是不是能够再像今天一样，哇，这个威胁到那台北金华大姐姐，让我们今天真的是打出了一身冷汗。好，今天转播工作到这边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雅礼，跟球评于清芳老师在这边祝您晚安，我们在明天更精彩的企业排球联赛再见喽，拜拜，拜拜。